在地球尽头，冰封万年的南极大陆上，有一个人迹罕至的所在，它就是阿蒙森斯科特南极站，是我们这个星球上最神秘、最接近宇宙深处的门户。2016年，一只巨大的热气球缓缓升空，它是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射的 Anita 探测器。探测器漂浮在距离地面35公里的高空，那里没有尘嚣，没有光污染，也没有地球喧闹的背景噪声，唯有宇宙的低语静静地被聆听。12月8日，安妮塔突然捕捉到一个无法解释的信号，这是一个涛中微子从冰原之下逆流而上，飞向太空。涛中微子的穿透力很弱，理论上它不会穿过地球，所以也就不会接收到从地面向上发射的涛中微子。但这只是开始，奇异之处不在于它的方向，而是它的身份，它是右旋的。在已知宇宙里，人类从未发现过一个右旋的中微子，它本不该存在，这违背了现行的物理法则。更深的谜团是，这并非是孤立，在2年的时间里，阿妮塔接收过3次这种不可理喻的粒子。或许这蕴含着某种未知的可能性，是隐藏在现实背后的一道裂痕。一些科学家认为，神秘的右旋中微子是来自另一个宇宙的问候。多重宇宙终于开始现身了吗？有关多重宇宙的故事，咱们还得从头说起。时间来到1922年，俄国物理学家亚历山大·弗里德曼一直埋首在写字台前，为了寻找爱因斯坦场方程中的秘密，他已经好几晚没有睡个好觉了。突然，如有神助一般，他得到了2个核心方程，后来称为弗里德曼能量方程与加速度方程。弗里德曼凝视着这些数字，变幻的曲率好像在他眼前缓缓展开，出现了一个随着时间演化的宇宙。宇宙就像在方程里活过来了，它会呼吸，在膨胀。这是人类第一次对宇宙的形状产生了概念。最不可思议的是，这完全是由数学推导出来的。方程告诉我们，宇宙可以是无限的，但同时保持着平坦，就像无穷无尽的平坦大地；也可能是无限延展，但是带着负曲率，像一个马鞍的形状；或者它是有限无界的，可以想象成蚂蚁在甜甜圈的表面爬，它永远不会撞上尽头。但是这些都只是推想，真正的宇宙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3, 2, 1, main engine start, and liftoff of the Delta II rocket with the MAP spacecraft, exploring the past and future of our universe. 79年之后的2001年6月30日，美国航空航天局发射了威尔金森微波各项异性探测器，测量宇宙微波背景辐射中的声波世界，有点类似于测量三角形内角和的方式。如果三角形内角和等于180度，就是一个平坦宇宙；如果三角形内角和大于180度，就是正曲率的宇宙；如果三角形内角和小于180度，就是负曲率宇宙。探测器最终得出了结果，三角形内角和非常接近180度，这说明我们这个宇宙是一个平坦的宇宙。一个平坦但是无边无垠的宇宙意味着什么呢？我们用无限猴子定理来做一个比喻，让一只猴子在打字机上随机按键，当按键次数达到无穷多时，猴子就能够打出任何著作，比如全本的百科全书。麻省理工学院物理学家马克思·泰格马克提出了一个有趣的假设，在一个无穷无尽的世界里，因为物质的排列组合是有限的，总会出现相同的星系、相同的星球，甚至相同的人。跟猴子摁了无穷多次按键一样，总会出现和我们一模一样的人。他将这个无限宇宙中重复的世界称为第1层平行宇宙。但是相同的地球离我们太远了，可能根本不在可见宇宙的范围之内，也有可能相同的地球就在银河系里，我们很快就能接收到他们的消息。在无穷大的宇宙中，
所有的可能性都存在，一切只是取决于概率。时间来到1986年，在斯坦福大学的一间办公室内，宇宙学家安德烈·林德写下了这样一句话：爆炸不是一场短暂的爆炸，而是一次无法停止的火焰。在他的头脑里，宇宙诞生并不是一次性的奇迹，而是一场永无止境的喷发。事情是这样开始的。1980年，物理学家艾伦·古斯提出了2个大问题：为什么宇宙在大尺度上如此平坦？为什么宇宙在各个方向上都是均匀的？为了解决这2个问题，他提出了一个宇宙暴胀模型。什么叫宇宙在各个方向上都是均匀的？指的是宇宙中物质的分布、温度、密度在各个方向上都极为接近，只有1/1000的微小差距，这就称为均匀。古斯认为，只有在宇宙极早期，空间经历了一次极短暂的指数级爆炸，宇宙才会如此均匀。一开始宇宙有多大呢？只有10⁻35次方米的大小，这是一个普朗克尺度，是最小的空间概念。在这个尺度上，空间与时间都失去了意义。然后在极短的时间内，大约10⁻36次方秒到10⁻32次方秒之间，这种时间短到了人类根本无法理解与体会，宇宙就已经完成了爆炸。这是真正意义上的爆炸。在电光石火之间，宇宙从一个几乎为0的起点，直接爆炸成了一个直径约930亿光年的巨大球体。这个数字不是凭空想象得来的，是艾伦·古斯通过严密的数学计算推导出来的。更为神奇的是，今天我们所能观测到的宇宙直径恰好也是930亿光年。如果这是巧合，这也太巧了。这到底是理论的胜利，还是宇宙给我们的某种提示呢？没有人能解释清楚。而这场爆炸是我们这片宇宙大海的真正起点。林德在古斯的理论上继续进行计算，他发现在这场宏大的宇宙剧中，喷发根本就停不下来，空间像沸腾的水面一样不断的膨胀分裂，有一些区域膨胀放慢了，慢慢的冷却下来，物质开始凝结，就诞生了像我们这样的宇宙。而在其他区域，在不可见的维度中，更多的宇宙以超越光速的方式持续的扩张分裂，无数的宇宙不断从空间中产生，也不断的消亡。这绝对是一个惊人的设想，林德的理论称为永恒暴胀理论。在分析了古斯与林德等众多物理学家的研究之后，麻省理工学院的泰格马克再次做出了惊人的解释：所有的宇宙都产生于大爆炸的那一刻，有的地方暴胀停止，比如我们所处的这个宇宙，而更多的区域正在不断产生新的宇宙，他称之为泡泡宇宙。每一个泡泡都是一个封闭的现实，它们互不相交，各自膨胀，永远封存在自己的命运中。这些宇宙不仅在位置上与我们隔绝，在本质上也完全不同。在某些泡泡宇宙中，引力常数比我们这里更强，恒星在诞生前便坍塌了。在另一些宇宙中，电子带正电，原子无法稳定，物质从未出现。还有一些宇宙没有时间，没有维度，没有我们熟悉的光、声与形态，在那里生命从未出现。还有的宇宙中，意识以我们无法理解的形式存在。为什么我们的宇宙恰好拥有适合生命存在的常数呢？为什么质子永不衰变？为什么光速是一切物质速度的上限？也许是因为人类恰好存在于适合我们的宇宙中。泰格马克将泡泡宇宙命名为第2层平行宇宙。时间要再次回溯到1957年，普林斯顿大学的物理学博士休·艾弗雷特提交了他的博士论文，论文的题目为《量子力学的多重世界诠释》。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个让人匪夷所思的观点：每个可能发生的量子结果都在某个宇宙中真实的发生了。所谓测量，只是意识进入了其中一个分支，整个宇宙是在不断的分叉展开，不断的增殖成一个量子多世界的森林。简单的说，每一次量子测量都会让宇宙分裂成多个平行的现实世界。在1957年，这样离奇的观点有谁会接受呢？
当时量子理论界的大佬波尔和波恩都拒绝接受宇宙分裂这种看似科幻的想法。艾弗雷特在学界被孤立了，他感到非常沮丧，后来彻底地离开了物理界，转行进入国防系统做系统分析和博弈论的研究。终其一生，艾弗雷特都没能看到自己的理论被广泛的认可。直到20世纪80年代，随着量子计算、量子信息的发展，越来越多的物理学家开始重新思考艾弗雷特的理论，多重宇宙的理论又开始兴起。为什么量子计算会让人联想到平行宇宙呢？因为量子比特可以处于叠加态，量子算法在执行过程中会把所有的可能同时输入进行计算，这被称为量子并行性。但是最神秘的问题来了，这些并行计算究竟在哪儿进行的呢？艾弗雷特的理论可以给出解释，量子计算不是魔术，而是由其他世界中的同一个你共同合作完成了这次计算的过程。我们最终的测量结果其实是众多宇宙中的干涉结果。多世界提供了一种看似奇幻但是逻辑自洽的解释，因为多世界在共同计算，每个世界都得出了不同的结果。泰格马克对这种多世界猜想继续进行了拓展。他说，观察者本身也是量子系统的一部分。当你进行观测时，同时处于一种叠加态，你被观察对象共同分裂，分别落入了不同的宇宙分支。每一个你都觉得自己看到了一个确定的结果，但其实宇宙已经演变出了两个世界。泰格马克称这种猜想为第三层平行宇宙。现在咱们回过头来总结一下，第一层平行宇宙中所有的物理常数是一样的，但是在无限的空间中有无数个重复的你。第二层平行宇宙中，每个宇宙的物理常数都不一样，在不一样的宇宙中可能会产生异构的你。什么叫异构的你呢？举两个例子啊，有可能是非碳基的你，你是硅基生命，或者是金属生命。还有可能是多维感知的你，比如说在一个4维空间的宇宙中，你不是线性存在，你能同时感知到过去、现在和未来。你的存在形式是流动的意识形态。第三层平行宇宙更加不可思议，每一刻你自己都在进行着量子分裂，会分裂出多版本的你，每一次观测都分裂出不同的宇宙。那么这个世界上会有多少宇宙呢？多到没有人能计算清楚。这3层多重宇宙完全不同，每一层都很神奇，但是最神奇的还在后面。时间来到2014年，马克思·泰格马克出版了一本极具想象力的科学著作《我们的数学宇宙》。在这本书里，他首次详细阐述了有关4层平行宇宙的设想。除了前面咱们提到的3层平行宇宙，他着重描述了下一个层级，第4层平行宇宙。泰格马克指出，宇宙遵循某种固定的物理法则，比如在宏观世界，物体处在低速状态下会遵循牛顿运动定律，当涉及极高速度或强引力场时，物体的行为则必须通过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方程来描述。而在微观的量子世界中，粒子的行为由薛定谔方程支配。为什么数学能精准地预言物质的行为呢？那是因为宇宙并非仅仅被物理法则所支配，它本质上就是一个数学结构。那些物理法则就是数学结构在物质上的反应。如果这是正确的，那么在第4层平行宇宙中存在着所有逻辑自洽的数学结构，而每一个这样的结构都是一个真实存在的宇宙，哪怕它的法则维度与我们的理解完全不同。这是一个神奇的超凡的设想。在某些宇宙中，数字不是1、2、3，而是我们无法命名的抽象代数对象。在另一些宇宙中，圆周率派有可能是一个能除尽的有理数。最神的宇宙有可能是这样的，不能用思考来证明存在本身，存在与虚无可能是统一的。你能思考这样的宇宙吗？对于我来说，的确有点太悬了。在这个第4层平行宇宙里，你不会遇见另一个你会遇见的是宇宙本身的源代码。数学宇宙的大神是谁呢？就是逻辑。逻辑操纵着数学宇宙里的一切。泰格马克的说法太形而上了，有点过于虚无缥缈。我们来看一看这张表格。第1层宇宙
有宇宙学的理论依据，是否存在要依靠人类持续不断地对宇宙形状与大小进行测量，这是最容易证伪的，所以也是最科学的理论。第二层宇宙，也就是泡泡宇宙，虽然难以证伪，但是有暴胀理论等严格的数学证明，所以也是科学理论。第三层量子多世界诠释，虽然有量子力学的解释，但我们的确不知道量子纠缠背后的机制，这相当于用未知解释未知，所以已经是非常边缘的科学了。到了第四层数学宇宙，已经完全进入到哲学思辨的层面了，这个学说无法证伪，永远能够自圆其说。从某种角度上看，这已经进入到伪科学的范畴了。但是新的研究又让我们对这个结论产生了疑问。时间来到2025年4月，泰格马克和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科研团队再次做出了脑洞大开的重磅研究。他们发现人工智能 AI 能够在没有任何先验知识的情况下，完全独立地推出哈密顿物理量或拉格朗日方程式。AI 从观测数据中自动归纳出自然界的最基本结构，这个结构当然就是数学。AI 没有文化、直觉与哲学训练，却自然地归纳出宇宙中存在的物理法则，并且与人类发现的数学完全一致。这个结果强烈地支持了数学是先验的这一主张。也就是说，数学不是人类发明的，它极有可能是一种先天的存在。但是我一定要强调，在哲学意义上，这个实验结果并不是绝对的证明，它只是一种强证据，而且这个强证据只是指向了这样一个结果：我们这个宇宙有可能是数学结构的。这个证据也同样不能说明还存在着其他数学结构的宇宙。AI 独立推导出哈密顿物理量和拉格朗日方程式，这是一个让人惊叹的发现。也许有一天，泰格马克的数学宇宙假说会从哲学的边缘走向科学范式的前沿。讲了这么多，四层多重宇宙真的存在吗？让我们再次回到节目开头的故事。阿妮塔探测器，中文叫做南极脉冲顺态天文射电阵列，它制造的目的是研究宇宙射线中的中微子。高能中微子穿入南极冰盖，会与冰中的原子发生碰撞，碰撞会产生小股刺激粒子高速运动，形成微型的粒子喷泉。科学家利用南极冰盖作为超大体积的天然探测器，使用阿妮塔探测冰盖下方的射电脉冲信号。奇怪的是，阿妮塔3次探测到从地面向上飞的超高能粒子信号，这些信号不符合中微子从天而降穿透冰层的行为模式，尤其是其中带有右旋特征的中微子，在标准物理模型中根本就不应该存在。于是部分物理学家猜测，是否这些粒子来自另一个宇宙，或者是物理法则不同的宇宙区域。当然，这仍然是一个高度假设性的推测。虽然诡异的南极发现让人浮想联翩，但这是否能够成为发现平行宇宙的证据，以现如今的科技水平没人能够给出答案。在节目的最后，我想再谈一点感想。从测量宇宙的形状到质疑宇宙的本质，今天我们一路走来，穿越了4重宇宙之门。人类仰望星空，并非只是为了寻找光源，而是试图在无边的黑暗中找到自己的倒影。有关平行宇宙的探索并不能改变我们的生活，但它会改变我们对存在本身的理解。我们为什么会存在？还有其他形式的存在吗？这才是我们探寻未知的真正问题。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分享到这里，别忘了关注老明的频道，我们下期节目再聊。